两侧的墙壁突然刺出几十根钢针，直直朝着每个人的双眼飞去，速度极快，难以抵抗。不论摆头还是转身，都没法将它们甩掉。感受着来自尖锐针头的压迫感，每个人都会本能的想要闭眼躲避。可规则摆在眼前，必须克服内心的恐惧。而这些钢针其实并无实体，在接触到眼球的一瞬间就会化成烟。但好在能走到这里的无一不是心智坚定者，这次竟罕见的全员通关。我们一起推开了第3扇门，待大门关闭后，门后写着最后一条库房铁律，禁止行动。看到这条规则，我有点发懵。所有人都只能像木头一样站在原地，那谁能去推开最后一扇门？我急忙把目光转向青青和小美，向2人递出了话。你们有什么头绪吗？2人沉默片刻，给出了相同的回应。没有。时间慢慢流逝，不知不觉，我们竟在库房里站立了接近20分钟，直到过了半小时，库房里才终于出现了变化。一道火光突然从前方燃起，迅速铺开，化作一条横向的火浪，整个库房里的温度都在迅速攀升。这是要烧死我们吗？这恐怕是规则在逼迫我们尽早做出破局的举动。青青解释道。直到火焰终于碰到第一个人，局势骤然大变。他在受到灼烧的第一时间就发出了凄厉的惨叫，不停拍打身体，试图扑灭恐怖的火焰。可这火焰根本不听使唤，偏偏越聚越大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慢慢被烤成了焦炭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眼看着脸上的皮肤都要被烫出孔来，我忍不住低声发问：难道说只能眼睁睁等着被烧死吗？如果非要在淘汰和纵生火海之间选一个，你们会选什么？淘汰的下场一定会死，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，我宁愿面对结局未知的火海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坦然面对火海吧。既然他要执行力，那我们就给他执行到底。小美闻言大声地喊道：那就让火焰来得更猛烈些吧。火海很快就烧到了眼前，高温迅速吞噬了我，几乎将我直接融化，浑身的疼痛叠加到一起，仿佛要把我活生生撑到爆炸。但我却不敢有丝毫的动作，只能站在原地静静忍耐这一切。不知道这样的痛苦维持了多久，我终于在滚滚的浓烟里看到了一扇木门，甚至连推门的力气都没有，径直跌进了门里。我们过关了。恭喜各位完成考验，晋升为 K9 经理，目前存活人数12人。接下来请各位前往9楼集合，迎接第4次晋升考验。各位欢迎来到茶水间，想要在这里存活，请最大程度发挥你们的观察能力。你们需要用5分钟的时间，记住这里的场景、桌子、椅子、沙发、脚垫等。5分钟后，自行凑出3人一组，重新进入茶水间，在几乎完全一致的场景里寻找唯一的变化或者不同点。每人仅有1次指认机会，若是同组的3人全部指认错误，则判定为失败，全组共同淘汰。若在3次机会之内找出变化，全组共同通关。请不要有任何迟疑，倒计时开始。在他的身旁是一个正在倒计时的计时器，剩余的时间已经只有4分20秒。考官讲述规则的时候，倒计时居然已经悄然开始，所有人都暗骂不好，赶紧巡视起茶水间里的每一个角落。经过简单沟通，青青把茶水